当陈山挺着大肚子出现在我婚礼现场时，我心里的不安上下翻腾。陈山一手叉腰，挺着孕肚，悠然自得，自顾自地走上台，扯着嘴角不易察觉的蔑笑，拿起话筒，说出了一番惊骇之言：大家好，我叫陈山，新娘子的妹妹。今天我来给我的姐姐送上一份结婚大礼，大家请看屏幕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话音刚落，屏幕上一张张的婚纱照瞬间变成了陈山与我未婚夫陈毅的亲密照，现场开始躁动，各种声音此起彼伏，有看笑话的，有担忧的。钱姨赶紧上台，把陈山拉下来，带进了休息室。陈山恣意妄为的笑声像回音一样在我耳边不断荡漾，久久不散。父亲对来宾们说着抱歉的话，婚礼被迫暂停，宾客们陆陆续续的出场，只有我木然地看着屏幕上一张张令人作呕的照片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陈毅跪在我面前，颤抖的双手握住我，不断地祈求道歉。我什么也听不见，仿若跌落冰窖，一阵刺骨的寒意袭来，冰凉的气息贯穿全身，身体不由得开始颤抖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，不停地滑落。这一瞬间，我明白，一切都结束了，我们再也回不去了。钱姨是在我14岁那年，带着陈山进了我们家门。那时候，陈山叫钱珊珊，后来随了我父亲姓，改名陈山。是的，我和陈山不是亲姐妹，我的父亲和钱姨组合了一个新家庭。我的母亲在我10岁那年得了重病，撒手人寰。我的父亲是国家事业单位的一个小领导，工资福利都不错。自从母亲去世后，给他介绍对象的人很多，但父亲一直未松口答应，主要还是怕委屈了我。直到后来，我主动提起，因为我一直理解父亲的艰辛，每每看到父亲孤独的背影，我的内心总会阵阵地心疼。我希望他快乐，一如他对我的希望一样，所以我支持父亲再婚。父亲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钱姨，钱姨长得眉清目秀，笑起来嘴角弯弯的，两颗梨窝若隐若现。在她身上，我仿佛看见了母亲的影子。父亲问过我的意见，我同意了。从小到大，我一直是其他家长口中的那个别人家的孩子。我成绩优异，长相艳丽，身材高挑，性格温和。父亲一直以我为荣，尊重我，爱护我，不让我受一点委屈。即使在他的择偶标准上，也是通过我的点头才答应。我并不讨厌钱姨，钱姨也不像大家口中说的恶毒后母。相反，钱姨对我很好，甚至比对她的亲女儿陈珊还好。也许正因为如此，我与陈珊之间矛盾的种子，在往后相处的日子里慢慢播撒下了。只是当时我们还不懂什么叫仇恨。陈珊跟我同岁，只比我小几个月。钱姨让她喊我姐姐，她不情愿地撇嘴。我说没事，都是同龄人，互相叫名字就好。听父亲说过，钱姨丈夫去世后，生活过得很辛苦，带着幼小的陈山，蹬着3轮车卖早点和夜宵。也因此，我对同龄的陈山很是同情，真心把他当家人看待，希望他能在我们家里得到温暖。钱姨和父亲结婚后，就开始当起了家庭主妇。钱姨厨艺非常好，每天变了花样给我们煮好吃的，家里也收拾得干干净净。我很庆幸父亲娶了她，那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家又完整了。钱姨对我的喜爱也是一目了然，家里有好吃的，她会先夹到我碗里。买了新衣服，也让我先挑。我明白，
钱姨对我的讨好，除了喜爱，更多的是对父亲的感激和回馈。因为父亲，他有了安逸的生活，只是陈山一直沉默寡言，显得局促不安。我想他可能还没适应这个新家，所以总是开导他。父亲通过关系帮陈山调到了我们学校，还是和我同班，我心里很高兴。但陈山表现得很淡定。陈山的学习成绩并不好，经常都是全班倒数几名，而我永远都是第一名。家里客厅的一面墙上密密麻麻地贴满了我的各种奖状，老师经常批评他，让他多向我学习。这时候陈山总是低头不语，我心里不忍。回到家后总会找机会给他辅导，陈山并不领情，找着各种借口疏离我，我也只好作罢。毕竟我不想伤了他的自尊心，所以每次我会偷偷把笔记留给他看，希望他的成绩有所提高。但陈山的成绩依旧如此。初中3年，我在老师的表扬和同学的羡慕中度过，周边总是围绕着很多朋友，而陈山默默地保持着倒数几名。性格孤僻的陈山总是独来独往。3年时间，大家似乎没有记住陈山的存在，他像空气一般若有似无。钱姨因为陈山的成绩常常感到头疼，所以自然陈山被批评改教的次数数不胜数。陈山总是默默地承受着，不哭不闹，不反驳，不顶嘴，像一团棉花，让人无从下手。到后来，钱姨也放弃了。初中毕业后，父亲还是建议陈山去读一个职高，毕竟还小，多学点东西总是好的。陈山同意了。就这样，我升了重点高中，陈山去了一所职高。我们的来往除了逢年过节和寒暑假，其他时候基本不联系，话也越来越少。在陈山读职高的第3年，发生了一件大事，陈山怀孕了。钱姨知道后，气得狠狠地打了陈山一巴掌，说他为啥不能跟我好好学学，总是让人不省心。我在旁边安慰着钱姨。陈山第一次爆发了，他歇斯底里地怒吼道：“都是因为我，让他失去了母爱。”钱姨对我的关心远超过他，所有人都喜欢我，我像公主一般被人捧着，而他觉得自己是多余的。我有些懵了，我从来没想过陈山一直视我为假想敌，因为我的存在让他自卑，让他心生怨恨，更没想过有一天他会对我进行了一次恨恨的报复。钱姨的手在颤抖。当陈山摔门离开的那一刹那，我看到了钱姨眼里的泪光。天下哪有不爱子女的父母？也许是爱的方式不对罢了。钱姨是对陈山寄予了厚望，所以恨铁不成钢。后来陈山把孩子打掉了，职高没毕业就辍学回家，父亲又托人帮忙，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给陈山找了一份轻松的文职工作。这一次陈山拒绝了。陈山离开家的那天，我和钱姨去送他，他说他要去北方闯荡一番，不行再回来。钱姨担忧的各种嘱咐，陈山笑得很灿烂，对着钱姨说让他放心，而转头看我的表情却是似笑非笑，别有深意。陈山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陈飞，我会回来找你的，到时候给你送上一份大礼，保证你终生难忘。”我不寒而栗。我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一切的不愉快都会消失殆尽，原来仇恨留下的种子，遇上合适的土壤就会生根发芽。陈山用这种直截了当的方式给了我重重一击，让从小到大顺风顺水的我瞬间感觉人生碎成了渣。我问陈毅：“你和陈山什么时候开始的？”陈毅慌忙解释道：“是陈山主动勾引他的，他们在酒吧里认识的。那天喝多了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
更不知道原来陈珊是我妹妹。我苦笑，是啊，第一次喝醉了，情有可原。那么往后那些苟且算什么？情不自禁，还是逢场作戏？陈毅一再解释，请求我的原谅。我分不清他的话里哪句是真，哪句是假。如果今天陈珊没有出现，我们的婚姻在往后的日子里就是个笑话，我就是个被人愚弄的傻子。我擦掉眼泪，转身离开，心早已碎成了八瓣，再难修补。我和陈毅是大学同学，我们从恋爱到结婚5年时间的相处，我以为我很了解他，我以为我们很相爱，我以为我嫁给了爱情，原来我差点嫁给了谎言。回到家，我躲进了房间，闷头睡了一天。醒来时，枕头竟湿了一大片。钱姨回来后，轻轻敲了敲我的房门。我开门，看到一脸憔悴的钱姨，心里有些不忍。钱姨跟我道歉，她说她不知道陈珊什么时候回来的，更不知道陈珊竟然怀孕了，还是陈毅的。钱姨很自责。我说，钱姨，我相信你，我没怪你。能被偷走的爱人，不是真正的爱人，一个巴掌拍不响。我是怪陈珊，但陈毅又何尝无辜呢？父亲因为这件事情很气愤，私下帮我解除了婚约，让我安心在家休养一段时间。为了不让他们担心，我休息了2天，又继续投入工作中去。毕业后，我一直在一家外贸公司上班，我的职位是老板助理。我的老板秦子墨是个很有能力的男人，年纪轻轻，白手起家，创下了这家业内知名的公司。听公司同事说过，老板小时候家境贫寒，靠着助学贷款考上了全国最好的大学。毕业时，本来有机会留在大学里当老师，但是他拒绝了，开始南下创业，摆过地毯，卖过房子，睡过天桥。这些我在一期的杂志人物专栏里也看过，我打心里非常佩服他，内心一直视他为偶像。有关我老板的新闻，永远都是和工作有关，他的身边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一个女子，至今单身，十足的工作狂。作为他的下属，一起工作的时间久了，慢慢也同化了。我对工作的认真负责态度也一直让他满意，所以作为助理的我，想要保住这份满意的薪资待遇，必须打起12分精神，认真地投入工作中。情场失意，就想在职场上拼出点成绩来，总不至于让自己一败涂地。有私心地说一句，也是为了让忙碌的自己忘记一切不愉快。自从婚约解除后，我就一心扑在了工作上，常常加班到很晚，每天累得倒头就睡。这天，我像往常一样加班到夜里10点，办公室的人都走了，我一个人起身准备回家，突然腹部传来了阵阵剧痛，我痛苦地倒在地上挣扎，额头上的汗珠不断往外冒，我以为我快死了。迷迷糊糊中，我看到了一张俊脸，惶恐地扶起我，呼喊我的名字。我用力扯出一抹微笑，倒进他怀里，不省人事。等我醒来时，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。父亲和钱姨着急地看着我，一脸担忧，问我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。我虚弱地坐起身，钱姨把枕头放在我背后垫着。我问父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父亲说我是阑尾发炎了，幸好及时送来。父亲碎碎念了几句，怪我工作太晚，又说我老板太苛刻，这么晚还让我加班。当我看到父亲身后的老板时，紧张地扯了扯父亲的衣角，让他别说了。父亲这才停嘴，还说多亏了这位同事的帮忙，把我及时地送到了医院。我低声说了一句，爸，他是我老板。瞬间病房的气氛有些尴尬起来。
父亲有些赧然地干笑了几声，又说了几句感谢的话。老板只是笑笑说：“不客气。”我让父亲和钱姨去买点水果。钱姨拉着父亲识趣地走出了病房。病房里只剩下我和老板。为了调节尴尬，我再次表示了感激之情，又厚颜无耻地说着各种场面话来讨好我的金主。老板并没有笑，眉头深蹙，似乎在思考一个难题，令人捉摸不透。我只好三缄其口，顿了几秒，他突然开口说了一句：“你不该为了那样的男人来折磨自己，不值得。”我难以置信地眨了眨大眼睛，以为自己听错了。老板从来不会和我聊这么私人的话题，不会是我病糊涂失聪了吧？我呆立半天，一脸懵逼地看着他，一时没回过神来。老板突然扑哧笑了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笑得如此灿烂，露出了洁白整齐的牙齿，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银边眼镜，透过镜片，我看到了一双月牙般的眼眸，很是迷人。气氛突然有些不对，粉红的爱意在慢慢升腾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的老板秦子墨喜欢我很久了，但因为知道我有男朋友，所以一直保持着君子之交。现在机会来了，他才开始放手进攻，准备拿下我，而我毫无骨气的轻而易举地沦陷了。我承认，面对这样的男人，我没有抵抗力。扪心自问，也许我也一直喜欢他，但因为道德底线，让我把这份爱意掐死在了萌芽期，这是我的意外收获。突然想起了一句谚语：“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”我很庆幸自己遇到了真正的幸福。现在我和秦子墨已经有了一对可爱的龙凤胎。父亲退休后，和钱姨一起帮我带孩子，我们夫妻俩一起打理公司，公司发展得越来越好，我们一切携手共进退，是心意相通的夫妻，也是并肩作战的战友。我很感恩命运让我遇见他，我的真命天子。偶尔也听父亲提起陈山，他和陈毅结婚了，但似乎过得并不幸福，两人经常吵吵闹闹，钱姨为此愁得白了不少头发。儿女大了，一切由不得他做主了。我让父亲多劝劝钱姨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自己的路怎么走，自己选，总该天无绝人之路。我不知道陈山是否悔恨自己当初年少的冲动，因为不该有的仇恨蒙蔽了自己。我还是希望他能幸福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